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，歡迎嚟到蛙 Channel。我哋會為大家搜羅有關動物嘅趣事同埋英雄事蹟。鍾意嘅話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 啦。今日嘅寵物名人堂主角係一隻叫做 Simon 西蒙嘅貓。事件發生喺1948年，當時正值國共內戰打得火熱嘅時候。喺香港17歲英國普通水手喬治希金底堡就非常之唔得閒啦，因為佢即將要登上紫石英號出發去上海，再去長江下游執行常規換防部署，亦即係同同事交姦。喺18世紀中葉去到二戰後嘅一段時間呢，英國皇家海軍入面有分唔同等級嘅水手。而喬治作為普通水手，其實即係擁有1到2年海上經驗，又有足夠嘅航海技能，咁船長就會評定佢係普通水手啦。唔夠1年經驗嘅水手就會被稱之為新手，而超過2年經驗又被認定為熟悉自己職責嘅呢，就叫做合格水手。當時喺香港嘅英軍艦隻一般都係停泊喺金鐘，亦即係而家天馬艦嘅一帶。二戰結束嘅時候，英國即刻部署咗多隻艦隻去遠東，當中就包括貝爾法斯特號，亦即係而家帝國戰爭博物館嘅其中一部分，永久停泊咗喺倫敦泰晤士河嗰隻艦隻啦。而今次故事主角嘅西蒙貓貓呢，就同屬英國皇家海軍遠東艦隊嘅紫石英號。紫石英號係英國皇家海軍嘅一艘改裝黑天鵝級單軌帆船，係1943年正式服役。二戰期間曾經成功喺北大西洋打沉咗令人聞風喪膽嘅納粹德軍 U 型潛艇。二戰之後呢，就改裝咗做輕護衛艦，然後派去遠東度執行任務。喬治希金底堡當年喺金鐘碼頭等緊上船嗰陣，有隻黑白色嘅貓貓喺岸邊度行嚟行去，吸引咗喬治嘅注意。於是乎呢，喬治決定帶埋隻貓上船，並且叫佢個名做 Simon 西蒙。西蒙喺船上面嘅職責就當然係負責捉老鼠啦。1949年嘅4月20號，紫石英號因為冇理會到當時正值渡江作戰嘅共產黨軍隊警告，仍然照原定計劃由上海出發去南京，準備接替伴侶號驅逐艦。最終雙方爆發咗嚴重嘅軍事衝突，共產黨軍隊先主動炮擊紫石英號，英軍就隨即開炮還擊。喺炮戰入面，紫石英號掛上白旗諗住掉頭走，但係因為艦長重傷，再加上船艙漏水，最後喺鎮江太平洲嘅一個淺灘度擱淺咗。艦身有超過50個地方遭到炮擊，而當時嘅艦長施金納更加係傷重死亡。收到消息之後，英軍再派出3艘護衛艦支援，包括本身被接替嘅伴侶號啦，喺上海嘅倫敦號同埋黑天鵝號，嘗試夾硬將擱淺喺淺灘嘅紫石英號拉返落水撤離。但係共產黨嘅軍隊攻擊埋啲援軍，個營救計劃亦都失敗告終。順帶一提呢，當時係在野嘅保守黨領袖，亦即係前首相丘吉爾，有要求過派遣一艘航空母艦報復嘅。不過就俾當時嘅首相艾德禮拒絕，先避免咗事態進一步發展。由4月20號去到4月26號，一共有19個人因為呢一場炮戰而陣亡，另外有27個人受到唔同程度嘅傷害。西蒙呢喺炮戰嗰陣就匿埋咗喺船長艙，不過因為艦身俾炮彈擊中爆炸，西蒙當時亦都俾4塊炮彈碎片擊中咗佢嘅背脊同埋腿部，導致到大量出血。同時呢，西蒙嘅鬍鬚同埋條眉都燒燶埋。西蒙忍痛跑到去艦隻嘅角落頭嗰度匿埋，去到後來船上面嘅水手發現佢嗰陣，已經因為失血過多昏迷咗啦。不過好彩嘅係喺水手照料之下，西蒙竟然奇蹟咁生存咗落嚟。由於俾共產黨軍隊圍困喺長江沙洲，英國同中共展開咗漫長嘅談判。談判呢幾個月之間，有60個水手落船，
並且喺國民黨嘅協助之下走甩，返咗上海。不過船上面仲有大批嘅傷員同埋水手。喺呢段長時間圍困帶嚟嘅煎熬呢，西蒙同埋艦狗為兵配機，成為咗水手們嘅心靈支柱。好多水手覺得西蒙可以奇蹟生還係一個好意頭，所以一定會為佢哋帶嚟好運。所以即使被圍困，水手們嘅士氣反而由低落變得充滿希望。圍困到5、6月嗰陣，個氣温開始上升，去到30度以上。而紫石英號又因為先前受到嚴重炮擊，艦上面有好多設施根本受到破壞，用唔到。呢啲潮濕悶熱嘅環境成為咗老鼠最理想嘅居所。水手瞓覺嗰陣，周圍會有老鼠走嚟走去都算啦。最重要嘅係呢啲老鼠不停偷食補給唔到嘅糧食，令到水手們非常之緊張。呢一個時候，傷患都未好返晒嘅西蒙就挺身而出，驅逐咗呢一批老鼠。西蒙憑住佢優秀嘅能力，自己一隻貓就控制住個鼠患。當時紫石英號上面有一隻身形異常巨大嘅老鼠，好猖狂。啲水手有好多次試過捉佢，都俾佢走甩，束手無策。唯有就講笑咁樣改隻老鼠個名做毛澤東。不過喺6月嘅某一日，西蒙喺船上面埋伏，再出其不意咁樣捉咗呢隻擅長打游擊戰嘅毛澤東。艦上面嘅水手全部都驚嘆不已，新任嘅艦長仲升咗西蒙做合格水手。西蒙嘅頭銜正式仲高過帶佢上船嘅喬治啦。最終喺圍困101日之後，紫石英號借住潮漲成功離開咗淺灘，更加靠住挨住客輪，江寧解放號行，避過咗共產黨嘅炮擊。只不過呢，江寧解放號就變咗代罪羔羊，被擊沉咗啦。成功甩難嘅紫石英號就駛咗去長江，同接應嘅協和號會合，接受咗補給同埋加油之後呢，正式就離開咗長江。共產黨事後就指責紫石英號撞沉咗多艘民船，令到多個平民傷亡。8月11號，紫石英號返到香港補給，去到維多利亞港嘅時候，受到時任港督葛量洪嘅盛大歡迎。隨住紫石英號一齊返香港嘅，當然仲有香港本土貓新晉合格水手西蒙啦。事實上喺西蒙返到香港之前，佢嘅英勇事蹟已經一早傳到返去英國啦。據當時嘅報紙報導，英國每日有差唔多200封信寄俾西蒙，啲人仲會送上大量嘅罐罐同貓玩具俾佢添。亦都有唔少人幫西蒙申請 PDSA 迪金勳章。呢一個勳章係1943年由英國嘅動物醫療慈善組織人民救助獸醫慈善組織 PDSA 成立，用嚟表揚喺戰爭或者日常當中拯救人類生命嘅動物，嘉許佢哋嘅勇敢同忠誠，亦都通常被稱之為動物嘅維多利亞十字勳章。呢一個勳章已經頒發咗俾好多唔同種類嘅動物，包括狗、馬、貓，甚至乎白鴿。呢啲動物因為喺關鍵時刻表現出色，展現出非凡嘅勇氣同埋奉獻精神，所以得到表揚嘅。頒發 PDSA 迪金勳章唔單單係對呢啲動物嘅表揚，亦都彰顯咗動物喺人類社會入面扮演嘅重要角色。1949年8月5號，西蒙正式收到通知，會俾人頒呢個迪金勳章，表揚佢喺紫石英號事件入面嘅英勇表現。互相都去保護個艦隻嘅糧食供應，並且提升水手嘅士氣。正式頒獎日期呢，就喺1949年嘅12月11號舉行。1949年嘅11月1號，西蒙隨住紫石英號去到英國嘅德文港，不過迎接佢嘅並唔係啲咩英雄式嘅招待，而係要按照返呢個動物入境條例進行隔離。好可惜喺隔離期間，西蒙之前嘅傷都未好返，仲要染咗病毒。雖然獸醫同埋其他嘅人士有盡力去幫助西蒙，但係最後尾西蒙都等唔到正式頒獎嘅嗰一刻。喺正式頒獎前嘅2個星期，11月28號，年僅2歲嘅西蒙就因為戰傷引起嘅感染併發症，結束咗佢傳奇嘅一生，去咗彩虹橋。當時喺倫敦東部嘅 PDSA 伊爾福德動物公墓嘅葬禮上面，有幾百名嘅民眾，紫石英號嘅全體幸存船員，
當然包括當初帶西蒙上艦嘅水手喬治希金逮捕出席佢嘅喪禮，一齊懷緬大家心目中嘅戰爭英雄。打敗咗毛澤東嘅合格水手西蒙係 PDSA 迪金勳章由1943年開始頒發以嚟第一隻，亦都係至今唯一一隻貓。以當時嚟講，佢仲係唯一一隻獲得迪金勳章嘅英國皇家海軍動物。大家嘅寵物往往比大家想象中偉大。我係 A，下一次再為你講述其他動物嘅不朽傳奇故事。